Christopher. Christopher Abraham. All right. How old are you? Hi. 年仅5岁的克里斯托弗跟随奶奶去了另一个城市看望曾祖母，然而原本的欢快旅行却在即将结束的前一晚突发意外。一名病态恶毒的歹徒给这个家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3代人。案发后，警方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确定了嫌疑人身份，但真正的犯罪动机让所有人感到意外。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萨里纳。该市位于堪萨斯州中部，距离州府托皮卡大约150公里，人口约为4万6千人，是萨林县的一座城市，也是空军国民警卫队最大的训练基地，斯莫基希尔空军国民警卫队靶场所在地。主人公克里斯托弗于1990年12月17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约翰是一名杰出的医生，母亲莉亚是全职家庭主妇，他们一家在明尼阿波利斯大约生活了5年时间。1996年7月，由于约翰的工作调动，克里斯托弗跟随父母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他们在当地购买了房产，打算永久定居。初到新家的那段时间，克里斯托弗的父母非常忙碌，父亲约翰忙于工作，而母亲莉亚则忙着装修房屋和购置家具，因此年幼的克里斯托弗被送到了位于田纳西州的奶奶卡罗尔家。时年56岁的卡罗尔是一名即将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他是堪萨斯州人，父母都生活在堪萨斯州萨里纳市。大约5个月前，卡罗尔的父亲艾伦因病离世，家中只剩下了他年过80旬的老母亲多洛雷斯。多洛雷斯是克里斯托弗父亲约翰的祖母，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曾祖母。自从克里斯托弗出生以来，多洛雷斯还没有见过这位曾外孙，于是卡罗尔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看望一下年迈的母亲，同时也正好让这对隔代亲人见见面。1996年7月10日，卡罗尔带着孙子克里斯托弗去了母亲多洛雷斯家。原本卡罗尔计划在母亲家暂住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田纳西州的家中与儿子和儿媳会合。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旅行即将结束的前一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走了3代人的生命。1996年7月21日中午11点左右，卡罗尔的妹妹凯西如约来到母亲多洛雷斯家，准备送别姐姐卡罗尔和外孙克里斯托弗。然而她刚一到达，就立刻发现了异常情况。母亲多洛雷斯家的大门没有关闭，放在外面的汽车不见了。凯西很清楚，母亲年事已高，已经无法开动汽车，所以这种情况让她产生了不好的预感。出于安全考虑，凯西没有贸然进入房间，而是去了邻居家打电话向警方报告了这一情况。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现场，他们首先检查了房子外部，发现多洛雷斯家的电话线被人剪断，车库上方的玻璃也遭到破坏，于是警方立即进入房间查看情况。客厅里一切井然有序，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来到卧室后，警方发现了非常血腥的一幕。多洛雷斯和他的女儿卡罗尔以及年仅5岁的克里斯托弗满身遍布血迹，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地上。经检查，3人全部死于钝器击打，其中卡罗尔还遭到侵犯，身上发现了残留的男性体液。从3人遇害前的着装判断，他们应该是在睡觉时被闯入家中的歹徒惊醒。歹徒先打死了出门查看情况的多洛雷斯，后打死了年幼的克里斯托弗，在侵犯完卡罗尔后，又残忍结束了卡罗尔的生命。案发现场有明显的闯入痕迹，家中丢失了部分贵重物品以及多洛雷斯和卡罗尔的钱包。此外，警方还在多洛雷斯家的车库里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鞋印，同时在多洛雷斯二女儿凯西的帮助下，确定车库中丢失了一把管钳。这把丢失的管钳被认定为是作案凶器，不过警方并未在案发现场找到。从表面上来看，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是为了钱财，
但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凶手为什么要杀害3个人？因为通常情况下，单纯的偷盗不会伤及无辜，即便偷盗过程中被人发现，也应该立刻逃走。做出这样残忍的行为，可能另有其他目的。尽管当时警方还不清楚凶手的真正犯罪动机，但根据现有情况判断，凶手应该事先做过准备工作，并且对多洛雷斯家的布局非常熟悉，大概率是熟人作案。调查的第一步，警方首先走访了受害家属以及熟悉的朋友，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接下来，警方将注意力放在了多洛雷斯丢失的汽车上。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不到2公里外的一处停车场找到了多洛雷斯丢失的汽车。在对车辆检查后，警方发现了可跟进的线索，凶手拿走了多洛雷斯和卡罗尔钱包里的信用卡，把掏空的钱包丢在了汽车里。通过查询信用卡的交易记录，警方得知凶手在作案后曾到一家加油站加过汽油，并且还在附近的取款机上尝试取过现金。于是他们立即调取了加油站和取款机上的监控录像。经过逐帧仔细检查，警方很快在监控画面中找到了凶手的身影。但非常遗憾的是，监控画面的质量很差，他们只能看到对方的大致轮廓，无法看清楚样貌。受害家属也无法辨识出对方的身份，所以这条线索也就中断了。案发3天后，警方得到了一个关键证据，法医从卡罗尔身上成功提取了凶手的 DNA。 不过当年还没有建立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库，并不能通过 DNA 匹配找到凶手，所以警方需要先找到合适的嫌疑人才能进行 DNA 比对。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多洛雷斯家人准备举行葬礼的消息。他们经过内部讨论后，决定利用这场葬礼寻找嫌疑人。因为警方始终认为这起案件是熟人作案，并且之前也曾发生过凶手作案后参加受害者葬礼的先例，于是警方在葬礼当天布置了隐形摄像机，还安插了多名警员，时刻关注着前来参加葬礼人员的表现。画面中的这名男子名叫布兰特，他是多洛雷斯的远房亲戚，同时也是一名治安官副手。尽管当时布兰特并不知道警方提前布置的计划，但出于职业习惯，他也在默默观察着前来出席葬礼的各路人员。很快，一名叫怀特的男子引起了布兰特的注意。布兰特对怀特并不陌生，早在他还是一名狱警的时候，就在监狱认识了怀特。当时怀特是他负责看管的其中一名囚犯。布兰特对怀特参加葬礼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记不起怀特和多洛雷斯有任何关系，于是就询问了怀特参加葬礼的原因。当时怀特的表现看起来有些紧张，他一时语塞，没有明确说明来意，没过多久便悄悄离开了葬礼现场。事后布兰特把这一情况上报给了警方，警方仔细查看了葬礼现场拍下的录像后，也对怀特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立即对怀特进行了询问。怀特告诉警方，虽然他和多洛雷斯并不熟悉，也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他的父亲是多洛雷斯已故丈夫艾伦的好朋友，参加多洛雷斯的葬礼是他父亲的意思，并没有其他意图。当被问到案发那晚的去向时，怀特表示，案发那晚他一直在其他城市，没有在当地。怀特的说法得到了他父亲的证实，所以当时警方并没有怀疑他。但在事后进一步核实怀特的不在场证明时，警方发现怀特并没有说实话。实际上他在案发几个小时后去了当地一家典当行，变现了一些贵重物品，根本不是他所说的没有在当地。然而当警方准备再次找怀特询问原因的时候，怀特已经带着行李离开了萨琳纳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怀特的行为在警方看来就是畏罪潜逃，这种反常的行为无疑加深了警方的怀疑，于是他们将怀特的身份信息以及车牌号码录入了相关系统，这样怀特只要在全美任何一个地方出示身份证件或者被监控系统拍到车牌号码，警方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大约过了2周后，这个方法起到了作用，怀特的汽车被监控拍到出现在了内布拉斯加州某个火车站的停车场。然而当警方找到怀特的汽车时，怀特早已乘坐火车离开了这座城市，他没有在汽车上留下任何线索，成功逃过了这次抓捕。大约1个月后，警方再次接到通知，
怀特在俄亥俄州的某个城市出示身份证件领取了救济食物，不过这次他们还是扑空了。怀特躲开了警方的围捕，再次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接二连三的失败让警方重新调整了调查方向，他们决定先从法律上将怀特从嫌疑人转变成凶手，然后再对怀特进行通缉，这样他们就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抓捕也会顺利很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警方设法说服了怀特的父母，他们采集了怀特父亲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的结果表明，怀特家族的 DNA 与凶手 DNA 一致，而怀特是他父母唯一的儿子，所以这就间接证明怀特是犯下这起3重谋杀案的凶手。在获得了这项确凿证据之后，警方立即对在逃的怀特发起通缉。为了尽快找到他的下落，警方还在一档名为《全美通缉令》的电视节目中发布了怀特的信息。这档节目在美国有着超高的收视率，所以宣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节目仅仅播出的15分钟后，警方就接到了一位来自波士顿救助站工作人员的举报电话。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救助站里的一名流浪汉与怀特长相非常相似。根据这条线索，警方成功在救助站将在逃的凶手怀特抓获。起初怀特仍然坚持不认罪，但后来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向警方提出了通过认罪口供和放弃上诉换取避免死刑的认罪条件。当年堪萨斯州的死刑执行标准相对比较宽松，不像现在，即便被判了死刑也会一直拖着无法执行，这也是怀特提出交换条件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警方不需要怀特认罪，也能轻松给他定罪，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怀特一直上诉，尽管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但却会制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权衡之下，警方在和受害家属商量后同意了怀特的认罪条件。根据怀特的陈述，警方终于得知了本案的真正犯罪动机，真相让所有人感到意外。怀特的父亲与多洛雷斯的丈夫艾伦都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私底下来往。怀特曾跟随父亲去过几次艾伦家，对艾伦家的布局比较熟悉。然而就是这几次仅有的见面，却让27岁的怀特迷恋上了艾伦80岁的妻子多洛雷斯。从那以后，艾伦就萌生了对多洛雷斯图谋不轨的想法。案发5个月前，多洛雷斯的丈夫艾伦因病离世，怀特认为他终于等到了实现这个想法的机会，因为他很清楚，现在多洛雷斯成了独居老人，对付没有反抗能力的多洛雷斯，他很有把握。于是怀特精心策划了这个犯罪计划。案发当晚，怀特戴着手套来到了多洛雷斯的住所，他首先切断了房子外面的电话线，以防被多洛雷斯发现后报警，然后他撬开了车库上方的窗户，爬进了车库。怀特在车库的墙上选了一把管钳作为武器，以备不时之需。接着他径直走向了多洛雷斯的卧室。原本怀特打算趁着多洛雷斯熟睡之际偷偷达成自己的目的，但不成想多洛雷斯早就听到了异常动静，醒了过来。当怀特来到卧室走廊后，刚好撞见了正走出卧室查看情况的多洛雷斯。怀特见到这种情况，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为了防止多洛雷斯喊叫，使用管钳攻击了多洛雷斯。此时正在另一间卧室休息的卡罗尔和克里斯托弗被传来的敲击声和多洛雷斯的低吟声音惊醒，他们纷纷走出卧室，来到走廊查看情况。怀特被突然出现的两人吓坏了，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多洛雷斯家还有其他人。为了防止事情败露，怀特把卡罗尔和克里斯托弗推进卧室，又对他们发动了攻击。原本怀特的计划是对多洛雷斯图谋不轨，但现在有了更加年轻的卡罗尔，于是他就把魔爪伸向了卡罗尔。犯罪结束后，怀特洗劫了多洛雷斯的住所，并拿走了多洛雷斯和卡罗尔的钱包，甚至他还在多洛雷斯家吃了一些零食，最后才不慌不忙地开着汽车逃离了现场。 It's just unbelievable that somebody would have that motive. Really disgusting. I mean, that's such a slap in the face. 1998年4月，案发近2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怀特因3项谋杀罪以及其他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克里斯托弗的父母约翰和莉亚事后以儿子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儿童权益保护中心，他们致力于为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各项支持。现在这对夫妻已经完全走出了丧子阴影，他们又拥有了2个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